同学们好，今天我们开始新课程的第一节课。我们第一节课呢，主要讲构图问题。在这个中国话当中呢，构图呢也叫经营位置啊，也叫经营位置，或者叫章法。叫经营位置或者是叫章法啊。就我简单的说一下怎么去布局与构图。花鸟画的这个布局与构图啊。这一个我讲的比较简单一些，很比较容易懂的啊，很适合这个我们这一个阶段的一个构图的一个介绍。在这个构图当中，它是有一定的原则性和规律的啊。因为构图它有原则和规律，只有我们明白和掌握了这种规律之后呢，我们这一个画的布局啊，才比较好看，比较好看，章法呢才比较合理。现在呢，我总结一下，有几种啊，就是第一呢有两线构图啊，两线构图啊，两线构图，就是一长一短，一大一小，一多一少，一横一纵啊。这个构图，我给大家画一下，这一个是什么样子的？一长一短。这是一个斗方吧，一个正方形的一张纸。首先呢，我们从这个地方起啊。假如这是两朵花，我们假如弄的是两朵花啊。这就是呢一长一短。这种构图方式啊，一长一短，它是这样子的啊，往上一长一短，这种构图。还有呢，一大一小，这个呢都是一些小品画的构图啊。这是一朵大一朵花。一大一小的构图。这样的一个构图方式啊，我们在构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照着这样的，直接去给它安排这一个画面，安排画面。还有呢，一多一少，比如这一朵，这一朵花，这一个花苞，然后呢，这边呢就很多花啊，我画的这个圆圈呢就代表花啊。这呢就是一多一少，这边呢比较多，这边呢比较少，一多一少。还有呢，一纵一横啊，就是一横一竖。我们直接在平时画的时候就可以套用这一个啊。比如说我们画这一个老枝干，我们可以把这一个画成一个大的枝干，稍微斜着横啊。然后呢，我们这里，给它画几枝花朵。这个呢就叫一纵一横。
哎，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构图方式。这就是两线构图啊，两线构图的一个方式。还有呢，还有三线构图的一个方式啊，三线构图的一个方式。三线构图呢，它是主要是由主线、主线、辅线、破线组成。特别是我们画这个蓝草的时候，特别明显的能看到啊，一笔长，两笔短，三笔破凤眼，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主要是讲就是三线，我们在画蓝草的时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三线关系，三线构图。在三线构图中，主线是主要的啊。主线是主要的，它可以是一支，也可以是一组主线啊。我们画的这些呢，这是一个构图，它可以，你这里也可以画一个小花苞，都可以加，就都一样的啊。三线呢，它也是一样的，主线呢也可以是一支，也可以是一组，在一个画面当中，一组它就是一个，就像我们团队一个团队啊，在画面中起到定大局的作用啊，辅线呢起到辅助的作用，破线呢就是制造矛盾的，就是制造矛盾统一画面的作用。没有破线的画面就显得比较呆板。我们经常这一个画这一个蓝草的时候，我们比较观察的比较，它表现的是比较真切的这一个，比如说我们一主二破啊，一主二辅三破，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构图的时候一般不要从这个角出，也不要尽量避免中间出，我们在它的1/3处起。我们画蓝草的时候，就是比较常见的这一个呢是主线主，这个呢是辅，然后呢这个呢是破凤眼，就是这是三线构图啊，这是三线构图。还有这个三线构图一个长的，比如说我们画4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子。也是一主二辅三破啊，比如说我们从这里起画一只牡丹啊，在这里，首先这个地方我们是一个，也是跟这一样的主辅破啊，我们开始，我们首先画一只长一点的，这一个呢是主。主，然后呢，我们要画一个辅，辅，这样的。然后呢，我们第3笔呢就破了啊，就破。在我们这个构图当中啊，我们这里都可以加一些花呀，什么东西的，加很多。主这一个呢是辅，这个呢就破啊，3笔，这是三线构图，三线构图，我们这里出一只牡丹出去，然后或者是这里出很多，或者是你这里加个石头搁这里出去啊，这里挡着了也可以的，也可以的。还有这一个，还有这个3线下垂啊，3线下垂的这个构图方式，3线下垂。
下垂的山线啊，也是3根线。我们经常呢看到画葡萄的，画葡萄的老师呢，他们就会是3线。比如说从这里出来，一般呢我们构图都是从1/3处啊，从这里出来，下面呢就是一些葡萄啊、紫藤啊之类的啊，然后下面呢就是下来，也是跟这个山线一样的，只是位置不一样，下来，这是一个构图方式啊，这是一个构图方式，它呢是这样子的。一般呢，在1/3处啊，或者是2/3处，不能在中间或者是角上啊构图，开始起笔起。它是一个这样的构图方式。比如我们画小品画的时候，都可以完全照着这样的构图去构。还有山线一个一个下垂，一个上扬啊，我们上扬。然后呢，我们是，主线，这个是破啊，然后这辅线，我们都可以这样，构图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构图。我们起笔的时候尽量不要在这个角出来啊。在它的1/3要稍高一点，去构图。好了，这就是线的构图啊，这是线的构图。还有一种构图是之字形构图啊，字形的构图。直形啊，它是这种，直形，直形呢，它是这样构图呢，它不偏重于一边，不会偏重于一边，又不会造成两边分布过于呆板，继而能灵动变化，又能保持统一啊，保持平衡、均衡、统一。我们这个构图方式呢，我们常见的这个，我们常见的有这种构图，一样的也是从这里出啊，一样的也是从这里出，这就是之字构图，之字构图。再有我们就是由近到远，等我们画的时候呢，我们这一块中间这一块肯定是比较实的，我们画的比较认真的，花朵呢也是画的比较好一些的。然后你要为了一个视觉近大远小、近实远虚的一个原理啊，这后面呢我们都画的虚一些，这样才有透视关系。还有除了之字呢，还有这一个三角形，有三角形构图，三角形构图啊，还有三角形构图。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边落款，这边落款，三角形构图，还有矩形的构图啊。现在用这一个构图的比较多一些。我们可以从这里出一朵花，然后这很多，破，一定不能叫它这个一样的啊，一定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一个方式出姿啊，不能全部是一样的等线。
或者是这里画一个石头，这里画一个石头，然后后面呢画花，画花也变成一个矩形的构图。然后落款呢，我们可以从上面落款，然后盖章。还有一种呢叫对角位，对角位的构图。这个角我们画一出牡丹，这个地方呢我们又画一出牡丹，这个构图呢是在我们画当中是常见的一个束缚构图，我们这里可以画牡丹啊，画一出牡丹，然后呢这个从这里出枝，过去，这有牡丹，这就是对角啊，对角位构图，我们可以在这里落款。这种构图呢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啊。这里一株牡丹，然后这里出枝上去，然后这里可以画一些牡丹。这叫对角位构图。对角位构图呢，它是角。空角与空角均衡，造成均衡的错位，但是呢，它有一种变化啊，把一边上移，一边下沉，这样的呢就打破了平均，呆板的处理啊，这个是我们常见的一个构图方式。还有一些再讲一下这个三角形构图吧三角形构图，具体的三角形构图，三角形构图呢，我们也是比较常见的啊。你说三角形，你不可能是完全是一个三角啊，它大概就是这样的，就叫三角形构图。我们可以这样，这样出来画，可以这个样子，三角形构图啊，我们可以这样出枝，但是呢，千万不能从这一个角落，像比如说这个角落，我们可以破一下，画一个石头什么的啊，也可以画一个栅栏，这样子的构图。还有，三角形的，这样子呢，我讲了之后呢，你就直接可以套用这种构图，自己创作了。然后后面这个三角形呢是在这里这一块啊。我们这个地方呢，可以画一块石头，可以画个石头是，这是一块石头，然后我们这里的可以画一株牡丹，这个地方呢，画一些草啊，可以画一些水仙啊之类的啊。但是我们构图这一画蝴蝶，构图呢可以落款呢可以在这个地方落款盖章，这也是一个很漂亮的构图方式。还有一种三角形构图啊。我们经常看到画荷花的，比较画荷花的老师最喜欢的一种构图啊。下面呢一片叶子啊，上面一朵花出来，它就也是一个三角形构图。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可以画只蜻蜓啊、蝴蝶之类的落款，可以在这里落款。
哎，这也是一个三角形构图。还有一种构图呢，叫做纵横式构图，哎，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一个一横一竖啊。哎，纵横式构图。也是一画这一个荷花，还真是画牡丹嘛，我们画一个牡丹。哎，这个地方呢，我们有一簇牡丹，然后上面呢，我们有一簇牡丹。哎，这样的呢，就是你看一横一竖啊，这叫做纵横式构图。哎，纵横式构图。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啊，刚才我讲的起笔起的时候，一定在它的1/3啊，不能在中间，要么就在这边也可以。千万要记住，不能在中间或者是这个角。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些构图啊，简单的一些构图方式。还有我们主要是这一个还有一个构图的原则，哎，构图的原则，原则呢它是宾主分明，哎，宾主分明，主体我们要画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画一个小品画啊，画一个小品画，它都是有主体，主体我们有配啊，配石头呀这些东西，我们就没有必要表现的特别真实，哎，它毕竟是宾。主呢就是我们的牡丹花，哎，所以说我们也要处理好。怎么处理呢？哎，怎么处理呢？主要是形象主要位置啊，主要的色彩数量。哎，比如说我们这一个粉色的，我们整幅画面都是以粉色为主，是不是？啊，主要是它宾主分明，我们一看给我们的这个欣赏者一看，哎，我主要表达的就是牡丹花头啊，主要表达的是牡丹花头，让他一眼看到我们的主角啊，一眼看到我们的主角，他会宾主啊，宾主，哎，主要是在你画的时候，主要是想表达是什么东西，哎，他就是主谓啊，他就是主谓。让这一个欣赏者一眼能看到出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哎，这就是宾主啊。有的画的宾主不分，哎，非常整个画面非常热闹啊，非常热闹，然后我主要想表达牡丹，然后我把这一个这个什么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牡丹配的这个水仙，哎，我把水仙画的比较热闹了，比较认真，就是表达的非常细，而把牡丹忽略了，这样呢就是喧宾夺主了啊，喧宾夺主。哎，喧宾夺主。所以说我们要注意啊，我们要这一个画这个牡丹跟水仙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一个把牡丹画水仙，它只是个配的啊，只是个宾，哎，牡丹是主。但是呢，我们也是画的数量，哎，整个画面的比例，哎，主要的我们要占的比例多一点。哎，比如说我们牡丹、水仙、富贵神仙，是不是？我们水仙的数量肯定没有牡丹的数量多啊，没有牡丹占的这个画面的面积大，哎，所以说我们这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主和宾的关系啊。我们画大幅的时候，小幅的这样子，
一般的小幅的宾主关系不是很明显，但是呢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画一个这个牡丹配上小鸟，配上小鸟，你不可能把小鸟画的比牡丹还大，是不是？它相当一点点，我们牡丹还是占主体的。我们画大幅的这个作品的时候，构图呢主要是画材。画材呢就是主要是讲的我们要选择的主题，选择的主题。一般我们画牡丹呢，就是牡丹为画材啊，牡丹是画材。牡丹是画材。整个画面呢，主要是为这一个画材，就是为牡丹，牡丹服务的。我不管是画什么配什么水仙呀，配什么紫藤啊，还是什么，我主要是表达牡丹这个东西的，其他的都是为牡丹服务的啊，主要是牡丹服务的。所以说我们要有计划的周密安排，比如整个画面我们牡丹是最多的，水仙只是在下面是一个配角。但是我们整个牡丹里面呢，也是要有集中，分散、主次、虚实，特别有条理，有组织，不可就是特别乱啊。因为我们一组牡丹，你东一个西一个的也不行，它一组就是有好多枝，但是它又不乱啊。我们一定要记住集中。主次有主次，还有虚实，我经常讲的，不管叶子还是什么都要虚实，但是在整个画面当中，最前面这一组这一组牡丹，就是一堆牡丹，是离我们最近的地方，我们要把它画成实一点要画实。后面呢，离我们越来越远的牡丹肯定是虚实，你这个一定要有，特别是大画的时候还要有条理你不可能就是一张画里面牡丹你不知道是怎么出来的，反正乱七八糟进牡丹花头，不知道它从哪里长来的，这里就没有条理了就没有条理。要有组织要有组织。比如说我们这个牡丹，我下面画上水仙，我牡丹就不可能从这个跟水仙同时出来了同时出来了。因为什么？水仙它是在水里面的，是不是？水仙一般呢，跟我们想象当中的就是就是在水里面长的。牡丹呢，它是生长在这个土里面的，那时候你就不可能就是说让它同时从同一个地方出这一个枝干长出来的个意思。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大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可就是没有主次，一看整个画都比较乱。主要是集中主次，集中呢我们主要是讲这个主题我还是这个远近的问题近大远小，近实远虚，这个不管是在小画还是在大画，大画特别明显一些，大画是特别明显。离我们近的这一组牡丹，我们要画的特别清楚，特别真实，特别认真。然后后面呢，我们就会虚下去还有这个是宾主第一条。第二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轻重的虚实。轻重的虚实。什么叫轻重的虚实的？就是指画材的位置摆布就是说我们画牡丹，就是牡丹的位置摆布在创作时画面呢不要平衡，上下左右应有所重上下不可能，不要是上面轻下面重，上面重下面轻，这样都不太好都不太好。我们这一个讲了这一个虚实了我再插一点这一个
插一点这个牡丹的开合啊，构图的开合。我们构图呢，它是开合，就是有起啊。老师我不知道从哪里下笔，我来讲一下这一个开合。一张画我不知道怎么下笔，从哪里下笔？一般的你看起笔的地方就叫开啊。我们可以从这里起笔，画一株牡丹，搁这里画了一株牡丹，从这里这个地方呢就叫开。开，然后呢，我们要转，我们慢慢的往这上面去转，这里是一堆牡丹啊，转，然后呢，这个往这边走啊，往这边走，往这边一个牡丹，我们可以画很多牡丹，大概的它构图呢就是这个样子啊，大概的构图都是这个样子。这个呢就叫合啊，开合，开合。你这个地方转的地方，你也可以画一个石头什么的啊，搁这里画个石头，然后这里合，有开有合。我们起笔了，肯定有收笔的地方，是不是？我们上面呢可以落款，这个地方呢可以画蝴蝶。下面呢我们可以画一些草地。所以说我们画一张画的时候呢，也要讲究它的开合。我们起笔了，肯定是有开始，合就是收，合就是收，也叫呢起和结，就是起呀，开始就是开始起笔啊，起笔，然后呢这个叫结束啊，叫合。要开合，所以说我们这个构图呢，经常我们也是在画面当中是经常见到的啊，经常见到的。这个轻重虚实啊，轻重虚实，比如说我们就是说这一个画里面啊，不能头重脚轻，也不可以的啊，也不可以的。头重脚轻，我们怎么去破呢？我们画面，上面太重了，下面太轻了，我们只有把下面的地方我们多落一些块儿，压一下，落一些块儿，或者是盖个压脚章，或者盖个压脚章，它就会稳一点啊，稳一点。比如说我们还可以补上蝴蝶呀，比如说就是不平衡了啊，感觉到这个画面有一偏沉，往一边偏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补上蝴蝶啊、蜜蜂啊这些之类的，然后要么就提上小诗啊，就是提款落个款啊，要讲究它那个平稳，平衡。画面的平衡，画面的平衡啊，画面平衡之后呢，还有虚实啊，实则虚之，虚则实之，就是我们这一个。虚在这一个中国画当中呢，虚它是指空白，但是呢，我们这个在画牡丹的时候呢，我们虚也可以指后面的东西，后面的东西因为太远了，我们看不清楚，朦朦胧胧的，我们就可以把它虚，把它虚出去。还有疏密聚散啊，疏密聚散。这些东西呢，都是要讲究的啊，疏密聚散，这些东西都是要讲究的啊。我们画那个牡丹花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以这个为例啊，这个地方呢就比较疏啊，这个地方呢都比较密了啊，
叶子呀也比较多。有一句话叫书能走马密不透风，哎，特别是我们在花周边的叶子，哎，就多一些。我们把它空隙的地方可以填一点虚的叶子，淡淡的颜色可以填着，不要留太多白啊，这叫密。然后在远处的地方，像这一支我表达它，因为这是离我们最前的，哎，我们肯定是把它看的东西比较多，后面呢就虚过去了，一直出去，然后它就有书，哎，书能走马密不透风。中国画呢，你看就是我们一张白纸，全都靠我们一点一点的去画上去啊。它就是一点一画，哎，然后这个交错呀，或者是疏密呀、疏密关系呀，或者是疏密关系，我再讲一下疏密关系。疏密关系，以一个这一个花为例啊，我们可以画两朵花，这里有一朵，你看这两个呢就比较密啊，这个呢就疏，疏密关系，这叫疏密关系啊。我们疏密关系是什么？就是说，花的数量多，或者是叶子多，这个地方比较密，看起来看不到纸密，然后这个都叫密啊。疏呢，我们就是一朵花几片叶子，疏能走马密不透风啊。还有就是穿插交错啊，穿插交错。第四了啊，疏密聚散，穿插交错。穿插交错。穿插交错呢，它是实交还是虚交啊？实交是两个物体相交的一点，虚交呢是两个物体本身没有相交，但它引长线相交一点。也就是不交而交，比如说我们这一个实交，两朵花，这叫实交。而虚交呢，但是它没有交，但是它经过衍生，它俩相交，这叫虚交，这叫实交。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呢，我也不必要讲太多啊。我们主要是把这些构图的这些方式啊，构图的规律这些掌握住就可以了。实交呢，它有很多有用处，物体间没有相交，太简单，只有两条线。两线相交，甚至更多线相交才能复杂，才能复杂。在这一个画面，这一个大画当中，虚交也是必不可少的啊，必不可少的。然后5呢，就是前后层次啊，这个是我之前讲课讲的多的前后关系。刚才我还在讲。这一块呢，就是最前面的，后面呢就是最后面的啊。前后关系一定要处理好。一般重色重墨在前啊，记住这句话啊，重色重墨在前，淡色淡墨在后啊。
重色重墨在前，淡墨淡色在后啊。我这个，这个是我经常讲到的啊，经常讲到的。前面呢，我们要实，用重墨，每一张画面，不管是你小画多小的画，多小的一个小品画，我们都要有几笔重墨啊。画叶子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这是前后层次去表达的一个方法。构图讲起承转合，起承转合我们都已经讲了啊，起承转合。还有呢，叫做收头扶脚，指画材的处理，画材的处理。我们常用的我就重点讲一下啊，常用的重点讲一下。然后呢，这一个构图呢，大概就这些啊，我讲的比较简单一些，其实简单明了是吧？把这些掌握住你就可以了，把这些掌握住就可以了。我再讲究一下落款啊，题款印章啊，题款印章。我看了很多同学交作业就是落款落的字特别大啊，特别大。你的画，画的很细字，然后你的落款落的非常粗糙，就不太好了啊。字有的特别特别大。题款印章呢，它的作用就是补充画面的不足啊，这也是非常关键的啊。从内容到形式都非常需要，需要这个题款盖章。当我们画一张画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这一个画没有太有提神的地方，但是我们落了款盖上章之后就不一样了，感觉好像给人又提神了啊，感觉这一个画更完整了。所以说这一个落款给盖章，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啊。这也是中国画的一个特点，这是中国画的特点。你不落款不盖章，这一张画就没有完成，没有完成啊。我们怎么去处理呢？这一个中国画的特点，你看我们西画啊，它就落款盖章就非常简单，非常简单。但是我们的落款盖章就可以弥补一些画面的不足啊，可以弥补画面的不足。比如说题款，我们题款的内容啊，内容可以是内容比较广泛啊，你可以是诗，可以是词，曲都可以啊。你可以题长一点的，可以题短一点的，你也可以题一些，就是说你比较喜欢的一句话，来衬托这个话，更能把这个话给解释一下，有韵的无韵的，押韵不押韵都没关系啊，您就是能把这个画面解释的更好，这样都可以用啊，都可以用。但是呢，它必须与你的主题有关，必须有你的主体有关。比如说我们画牡丹，你不画牡丹，你肯定要落关于牡丹的诗词，关于牡丹的一些故事。你不可能，我们画了牡丹，你落一个，就是关于水仙的故事，这样子就不太好了啊！一定要与画材有关，画材呢就是我们的主题啊，就是我们画的内容有关。
形式呢第一它的内容，第二呢它的形式。形式呢也可以是长款，也可以是短款，也可以是穷款。只写着一个它是长题、短款，短题都可以。还有一个穷款呢，我们一般经常听到的，落个穷款行了，小品话我们落个穷款就行了。穷款呢，我们只写年月只写年月，姓名，别号，你要有别号，你写个别号，地点。穷款呢，一般呢我们只写个年月，给姓名盖个章就行了啊。还有这一个，提款，提一处还是两处？根据你这一个画面的需求你可以提两处，也可以提一处。你可以提两处，也可以提一处，也有的可以提三处但必须与构图全局协调。不管你提多少处，你必须得跟这个画面协调，不能太多太闷塞了比如说我们这一个落款，我们画的是一个比如说是这样的一幅画这样的一幅画，我们在这边落一下就可以了。你不可能用我全部落满，全部落满。本身这一个主题已经够多了我们已经够多了，你不可能把它落满，落的没有一点空，给人感觉到特别闷，特别闷。比如说我们主题就那么一只，就那么一朵花，我们可以，稍微可以满屏，就是满个画面落款。我们主题都已经很多了很多了，我们就不能整个落得太满了。我们提款呢，一般提中空处、实处、画处均可，但是虚实相应。疏密也是讲究疏密相间的原则，一定要注意这个落款。它的形式我们已经讲了，长的、短的、穷的都可以落根据你的画面需要还有提法就是款式。我们怎么提呢？你可以方正整齐，也可以就是也可以斜着提要有虚实调节。款呢既是画即是款。其实画你没有落款的时候，真的不觉得怎么好看一落完款盖上章，那特别是那几款你几印章，显得特别提神，显得特别提，一定要与画材融为一体。它那字体呢，我们讲一下它的字体。我们字体的章，字体呢，我们可以是隶书，字体可以隶书，可以篆书，还有行书，都可以章草楷书都可以提，都可以用着我们这个提的这个画。一般呢，这一个我们这个牡丹呢，我们就用行楷就可以行书、行楷都可以，因为我们小写意画的比较工整的，算是工整的我们用行楷行书都可以。还有这个印章，我们已经讲了它内容、形式，还有它这个款式，还有字体，然后我们就讲它的这个印章。印章呢也是一个学问它也是比较深奥的，我们就简单的讲一下，但是我们有所理解就可以了这个毕竟咱也不是专业做印的做个课的，所以说我们就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我们这个印章呢，有大的、小的、方的，还有圆的，还有很多不规则形的，有姓名章、闲章、压脚章、起手章，
哎，它有姓名章、压脚章、闲章，还有起手章啊，哎，这些章。但是呢，它不可以乱用的啊！你要记住，不可以乱用的。压脚章我们一般都是在下面，在画面的一角啊，这边或者是这边。起手章呢，我们是一般在这一个落款的这个上面这个方位，哎，在这个方位。闲章呢，我们可以就是根据需求盖啊。姓名章我们是在落款的后面，款落好了，我们盖上姓名章。盖章的位置也是有规定的啊，起手章是盖在款的右边起手处，哎，就是我讲的这个，我在这里落款，哎，我这个起手章我就要盖到它的右边啊，它的前面，哎，起手章，哎，盖到这个地方，哎，这叫起手章。姓名章是盖在左边或款的下面啊，我们落好款了。哎，一定盖到款的这个左边，哎，这就姓名章啊，姓名章盖到这，起手章盖到前面啊。压脚章在左右两下角，哎，刚才给你讲了，压脚章在左右的两个下方，盖啊，根据画面的需要来定啊，需要来定。闲章，然后你自己觉得哪里需要这个地方需要盖一个，我们就盖一个闲章啊。我们上下落完款了之后呢，左边要盖印。我们比如说上下落的啊，左边这个地方呢要盖印。比如说我们款落到这个地方，我们左边要盖个印啊，要根据你那个画面的需要你再盖啊，哎，防止它什么太拥堵了啊，防止太拥堵了。如果说这个地方比较空，哎，这个地方没有比较空，我这里可以盖一个印，哎，还增加了它的艺术性，哎，它有变化啊。如果说这里啊好满都没地方盖了，所以说这个章你就不用盖了，闲章你就不需要盖了，哎，不需要盖了。盖章是有讲究的啊，大小、位置、距离啊，我们都要这一个考虑啊，都要考虑。一般的我们盖这个姓名章啊，姓名章，4尺对开的啊，我们就盖1.5的，1.5小一点的啊，我们大画呢就盖大一点的印啊，姓名章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构图啊，简单的又讲了一下落款啊，落款一盖章啊，哎，主要是讲的这些内容，哎，这些直接可以拿去套用啊，直接可以拿去套用，哎，一长一短，一大一小，一多一少，哎，直接可以拿去套用，特别是我们画小画的时候，这个构图、虚实，还有这个盖章，我们都已经简单的了解一下了。好了，今天的课呢，我们就到这儿了。下面呢，我们就画这个以4尺，先画斗方啊，先上斗方的课程，然后后面再有慢慢的就变，就是大一些。好了，今天我们就上到这儿了，同学们再见。